大家好，我是吴健，欢迎来到 TYRK Studio BIM for Revit。今天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一个房子里面的所有的楼板，你要怎么样给它 pattern。而这个 pattern 呢，其实就是它表面上面的一些处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attern 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先来看看它到里头去。如果今天我们要找到某个楼层，我们把它剖进去里头。那剖进去里头呢，你去看到里面，它在这个楼层板上面呢，比如说我们到2楼楼板去看。你会看到这上面其实应该会有一些 pattern， 那这 pattern 本来是怎么来的呢？譬如说现在我做的瓷砖，那我在这个瓷砖上面我要做一些事情。那假设我今天用了这样的一个瓷砖，譬如说我们用了这个南部北部都有开设这个很棒的一个瓷砖厂那他们的这个瓷砖上面有 pattern， 那这个 pattern 呢，它其实是表面的样式。在过往要做这个样式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其实你用那内建的样式去处理的话，老实说，你还要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些植入。那这个植入，如果你没有植入好的话，你其实是找不到你要的样式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拿来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就来去看到有一个外挂。那这个外挂说外挂也不是外挂它就是一个网站。这网站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它。那这个网站呢，你可以看到它里头，它就可以去创造一些你要的。譬如说这边已经有一些现成的。那假设我们去自己做做看好了，这做做看是很容易的事情。好，你看我们可以去用它一些很特殊的 pattern， 譬如说我想要让这个瓷砖的地板是某种样式，那刚好你可以这样找到一些你适合的。那我来特别选择一个比较困难的东西，比如说平常时你几乎看不到的，我们找一项比较好玩的好像是非常非常多。那我先跟各位简单说一下这个等会我会跟大家做示范，但是如果各位能够来跟我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办一个活动了就是你留言告诉我你想要参加这个 pattern 的活动，我们会抽奖抽出3个来我们大概为期2个礼拜左右，抽出3个来，我去帮你做出来给你送给你 Alright OK 等一下就来弄那我现在先选择这一个好不好？我这个觉得不错。那这个 pattern 它已经有这样的样式了，那这个样式呢，它可以选择颜色，比如说我选的这个，你看它会帮你变动或者我再选一个刚刚原来那个状态的，找一个像是比较这种灰色的，所以它会出现样式。那这个样式你看它可以变比如说我变成10个，我变成5个，哇，这是很方便。你看，那我回到刚刚6跟3就好了，它会自己去做变动。所以这个每个变动呢，它就是一格，就像这样。那它有长度跟宽度嘛，所以你看这个它的宽现在是40公分。那假设我们这个宽是60公分呢？你输入一下，它就会等一下会做变动。那它会自己去调整。那这个 tone 呢，它有个变动，比如说你变动的越多它就变动的越多一点，它会有一些变化那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些边界它是手做的啦，然后或者是其他的边界。OK， 那这一些东西它会有一些 joint， 比如说你用什么样的颜色去接，你看这个就是分割缝，有没有看到？这分割很方便，你可以选你喜欢的颜色，它会变得非常非常拟真。好，那当然还会有一些它垂直水平，比如说我们不要留到5公分5 mm 那么厚，我们留到2 mm 就好吧，它就比较细。你故意把它做到比较高，哇，看起来就很大。所以这个其实跟你怎么设有关系。接下来就是最神奇的地方了，我们直接把它 download。来 download 之后，它会有一个 sample high resolution。那 resolution 的这个状态，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会真正的去处理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个 pix 的高度，然后会有个 format， 你要变 hatch 嘛，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它有 texture 也有 hatch。好，那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去找我们的材料。那当然，其实这个材料是必须要去分类的所以我们有分类。那我们找到瓷砖，找到刚刚这家厂商，那他们这个材料，我们想要用它的材料是一个特别的材料，比如水泥系列，我们想要切割的那个状态。好，所以这个 texture 被我存下来了。那另外呢，我们再去存它的这个 hatch， 你看 hatch 它就很清楚的去分割成这个状态。我们一样存档好，我们把它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它已经出现这个我们刚测试的这个 render 的样式。那这个分割的缝呢，你可以看到，因为它现在上面不是这个材料，所以我们要去找一下。刚刚我们已经找好了这个材料。你看这个地方，我们本来是用这个材料嘛，那不要紧，我们现在特别要做分割，所以我们去找这个分割的内容。那这里面我们刚刚不是有下载一个我们要的这个 pattern 吗？那这个 pattern 就是我刚刚已经载好的这一个。那假设这个是 pump， 这个是 texture。那 texture 这个呢，就是我们主要原来要的这个内容。那你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你可以去对照一下它，就是这个的内容是不是符合你要的这个状态。
因为你看，这就是我们要的这个尺寸嘛。好，那假设这个尺寸是可以的，那我们去套用看看。好，套用看看，它就会把它 mapping 上去。我们来看看它套用之后的结果。好，像这样子。那我们把它开到拟真的状态。其实你可以去对照这个 pattern， 就是所谓的 patch 的 pattern 蛮重要的，它其实可以去对照的。那你可以回去刚刚我们在找的那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这种 pattern 是不是跟原来的一样啊？如果它有所不同的话，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才能够符合那个样式？那这个样式我们要把它打开来，也就是说刚刚这个地方，那它这里呢，其实是有 texture 的嘛？那这个是不是有它的 texture 的宽度跟高度？那这个就是它所谓的高度。那假设这个东西你用120、240，它可以比例，它去调整。好，那你再去 download， 这样会比较清楚。因为刚刚那个状态并没有到很清楚，有没有？我们把它重新 download 看看，你看这个比例感会好一点点。好，那我们再继续调整一下下。好，继续去更新一下这个内容哈，我们一样这个内容，那找一下它这个状态。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比较清楚一点点了。那这个的 pattern 跟它的 pattern 还有一点关系，就是它必须要去做转弯。那等我们会细讲，我们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发展的，那你可以怎么样去跟它做运用。然后包括这边在做设定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些角度要去变动的，譬如说这看起来是要90度的，它才能跟你 pattern 合在一起。还有它的比例是不是这么大呢？假设它今天是本来我们预设是60×120，那你当然是要写60×120啦，不然它这个 pattern 割起来就怪怪的。好，像这样子，我们再稍微延伸一下，你才可以真的看到它那个分割后的这种成果。好，那像这样子，我们再去开一个拟真，对照一下，就会发现接近了，开始接近我们要的这个样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可以清楚的去割出我们要的特别的 pattern， 而不会像我们平常时在用这个软体的时候，它很多样式不能制造的哈。这边要跟各位先准备一个活动哈，就是你在看这个内容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要去创造这个 pattern 嘛。可是事实上你在没有买它的状况之下，没有订阅的状况之下，它其实只会出现一个很不能够拿来真的使用的一个内容。只要你在我们等一下下面你看完的时候留言，对这个视频的心得，以及加入我们的官方的 LINE 跟我们讲你想要参加这个活动，我们会在这1个礼拜以内去办一个抽奖，然后并且会选出3位，我会亲自跟他讨论你想要哪一个 pattern， 因为 pattern 是非常多的，非常丰富的，你可以做一个，然后我会帮他 download 给他，并且把所有的 pattern 都准备好送给你。好，那我们准备来进入真正的课程正题。是一个 limestone 的瓷砖，含水泥汤这个样式。那我再把它复制一个，那我就把这个瓷饰拿掉，看成这样。那我们要做什么事呢？你看，在这个里面，如果我要下载这个档案，下载一个档案是这个材料的，那么我就必须要先去找到这个样式。那这个样式呢，就在我们刚刚已经找了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样式来看。那这个样式就是在这里面。这里面它有几个内容，有 texture， 然后它有 pump， 还有 hatch。那你看它现在3个看起来是对齐的，不过你要注意看你在 hatch 这边要下载 model 的时候 ，Ribbon model 这边的时候，你的这个 row 跟 columns 有什么差异？你看4跟8嘛，然后它的尺寸是30×60，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弄清楚你现在用的尺寸是30×60，进去才不会出错。OK。那我们现在就知道它是30×60，开始把它载入之后，我们进到我们这个 model 里面来做这个事。好，那一旦知道之后，我们第一个就是载入刚刚这个内容嘛。那所以我们刚刚知道是30×60，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先把这个名称再修正一下，它是30×60公分，所以是用 mini 的话是300×600，我们把这个 copy 起来。好，这个那进来之后是不是30，然后×60 ，OK， 这很重要。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对不起来的。3×60这个相当重要。好，按确定。那第二个，它的这个图文，好，我们去找刚刚这一个，一样在后面把它更名一下。你看这个是它的 pump， 所以你后面最好给它加入一个 pump。30×60 ，OK。好，这是 pump， 所以你看这边，你把这个电关掉哈
30×60，如果这个没关掉，其实你就永远都碰不到那个地方，会蛮麻烦啊。按确定 ，OK。那完成之后，基本上就要完成了。那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它的 pattern 的 TAT 档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地方，那进去在图形这边，你去调整这个内容。那我们刚刚做了30×60嘛，那我们再新做一个，把这个删掉。我们新做一个 limestone 30×60，X 比较方便。好，那自定，然后浏览一下刚刚这个 model 叫新的这个。好，那进来的这个比例，因为是你都30×60嘛，所以1:1就可以了。进来之后按确定，那调个颜色，让你比较方便可以看得到。按确定，按确定。好，基本上它就已经直接汇入进来，并且成为这个新的档案。那这个时候你其实也不是非要那样对齐，你还可以做这个事情，你可以做个拟真看看。做个拟真，你就可以稍微看到，其实这个拟真其实可以看看，它比例到底对不对？因为其实你现在看起来就不太一样了哈。那我们再来回来看看这个材料的编辑，回到这边里面去找一下，它这里面就有另外一个材质对齐的内容，对照一下，你看，其实在这个里头，它这个尺寸比例就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以刚刚这个状况来看，也许你就要缩小一下。你看它这个完全比例会是不一样的。好，再对照一下，再对齐看看。所以在这个刚刚我们在强调的这个内容哈，有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你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虽然它已经很方便给我们看了，但是你自己要对照这个内容，不然其实对起来是蛮麻烦的。好，那这个的状态，它就是等比缩放而已，等比缩放而已。所以假设我们刚刚原来原图它是240×240，240公分，那它到30的时候是1/8嘛，所以假设1/8的状况之下，你把它变成0.3，它会发生什么事？比较能对得到，还对不到？我要看一下啊。那所以以我们这个状况来看呢，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哈，最近我们在这个测试的时候，你还是让它1:1啦，先1:1试试看，啊1:1，然后你的材料上面，你就尽量去 follow 原来大图输出给你的，譬如说它是120×240，然后再把下面这个乘120×240，好，然后再做对齐动作，可能会比较对得起来。有没有看到？这样就比较对得起来了。好，可能还太大嘛，还太大，所以代表这个还再小一点点，再小一点点。啊，所以比例上来讲，它这个看起来分割线是一样的，但是分割缝却不相同。它应该只是差一个分割缝的线而已。有了，快到了。大的在右边，小的在左边。好，先这样子哈。这个靠大家再慢慢去调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很细啊，它就是很归纳到你的这个内容。那我们回去到刚刚的这个 Inkscape 看一下，当这样做的时候，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差异？其实这个瓷砖经过这个网站来做的效果并不差。它其实是可以出现一些还不错的延伸效果的，所以各位你可以拿这个来使用看看哦，应该可以帮助你们在做一些拟真的事情上面产生一些不错的结果。好，为了让大家多一个方法可以用，其实如果你有订阅 Inkscape 的话，你发现它里面其实有它的 material 的一个资料库。那假设我们今天举例来说，我想要用一个这个地板的瓷砖，这边找一下它的 tiles。那地板瓷砖呢，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比如说我想要用这种比较常用的这种六角砖，或者我用它这个新的像这个地板这种直条纹的砖。好，那你点了它之后，它是可以 import selection 的。你把它输入进来之后，它就会存到一个位置。那通常它会预设放在你的 user 里面的 Inkscape 的 import texture 里面。好，那我们就去找一下这个位置。但在那之前呢，我们可以先设一个材料，比如说这个东西是我们要的这个长条砖，我复制一个。命名一下，
那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现在要用的这个内容。那它是蓝色的嘛？等一下我们再来去做一个新的。那刚刚我们有复制一个了，我们来开一个新的档案。好，那外观的部分呢就要去找了。那你看，你刚刚那个图案呢，它就会载入到里面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user 里面的 Inkscape 里头啊，然后 import selection， 那它会把你载入的东西直接变成一个乱码。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不能被命名的东西，那你当然最好是命名它一下了哈。那你可以找到像这个东西就是它原来的这个 pumping D， 那它真正的 texture 可能是这一个。那它这个内容有非常多种，因为包括它还有这个它的这种跳动的内容。那你比如说点了这个之后，你就要去设定一下它的这个尺寸哈，点一下这个，比如说30×48。假设这一块真实的尺寸是有的，当然我跟各位讲，我比较崇尚要把材料弄对，但这个其实是帮助你去快速找一些材料运用的方法。那我们就将这个比例，比如说这个假设60×60好了，那它就应该60公分，这个块是30×30，这么长啊，这么长一块，那你可以去判断你要不要这样用。好，那这样子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它的底图嘛，而底图之后，它是不是会有一些它的一些像字体方凸纹？那凸纹这个东西你就可以选啊，另外一块，它另外一块就是拿来让你做凸纹的这个凸纹。那一样哦，你的比例是要做相同的哦，一样60×60哦，不然它其实就会有点对不起来。好，那如果这样两个做完之后，你可以等一下就可以看它，大概知道它的这个表现的方法，然后去看一下，你就看到其实这边的这个 pattern 就会出来。然后，那所以这种 pattern 出来之后，你可以去看它这个细节是不是你要的，包括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哦，包括这个收边啊，是不是你想要的这种效果，然后 pattern 的感觉怎么样？好，那我们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到里头就来去重新看一下这个效果。我们直接进到我们的2楼的空间。好，我们来看看刚刚这个地板哦，我们稍微降低一下我们的高度。那因为刚刚我们用这个 pattern 嘛，所以这是在课程的另外一端的新的发展。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在外面做了这个 pattern 的这个瓷砖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瓷砖呢，其实是跟着你刚刚所做的这个事情去产生一个效果。那所以说，你其实可以很轻易的去调整它的变动。我现在来调整大家看看哈，你看这个是户外的这个地板砖。那在这边呢，我去找到这个户外的空间，我们来将这个地方往外扩散。好，我们找到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材料，你可以直接对照。来，我们把这个打开，打开之后我们把性质叫出来。你性质叫出来之后，你可以对照，完全可以去看这个怎么样去做更多的微调。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示范哈，你可以看到这里其实刚在还没有做之前，它是没有那种深度的。那假设你把这凸纹拉到非常夸张，你看一下右边马上变成这种很夸张的状态。我们降低啊，来看一下，它基本上整个就已经出现bumping的这种推升下去了。所以比较好的数值可能就在450左右，按套用，你看它就比较合理。你当然可以再调整一下，比如说550，它有个比例关系，你看起来就稍微有点太多了哈。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数值可以让你去找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状态。那我觉得大概450到480是比较合理的。你看这样调完一下就看，它稍微有点这种瓷砖的分割感。那反射率要不要打开呢？看你自己哈。反射率有开没有开，它的亮度也会不太相同。你看有开反射率，这个有上釉的感觉会稍微出来。那往上走之后会有光泽度，譬如光泽度把它降到很低，它就基本上没什么光泽度。你把它开到非常夸张的高，它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几乎是那种镜面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想要做的是这种很滑的户外瓷砖，你可以把它打开一点，看起来就相当危险哈，就看你自己。好，那我想今天在这边就是要跟各位分享，就是你在操作这种东西的时候，它是可以很精确的去帮你产出你要的效果的。那这边也让各位再看一下最后的成果，并且呢，我们来看一下日光到变化的时候的结果会发生什么事。好，你到夜间之后，我们往下走，到下午、黄昏，并且到夜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刚刚开的是有反光的哦，这个时候我们再调整一下，这反光率对它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你看这个反光率，如果你把它光泽度拉高，这个时候夜间的光芒就会出来了。那包括你看到它的倾斜或直接的这个间接的这种反射率，就看到这种瓷砖的这种变化是可以马上看得到的。所以 Inkscape 有这个好处，当然不是说只有 Inkscape 好，我们刚刚在里面做的这个材料，它一样在这里头
也获得了一个不错的分割的效果。那它一样可以直接产出它的一些变化。好，那不要忘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记得在这边留言，然后我们会抽奖。那加入我们 LINE 跟我们讲你已经留言了，我们会抽出3位来亲自跟他讲，确认他想要哪一种材质，我直接下载送给你。我们每一次准备的这个影片都是我们针对我们现在学员自己在运用到一个阶段需要的一些内容，那我们把它截取成重要的片段来跟各位分享。那当然我们的课程内容是相当丰富，除此之外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场这个 BIM Design Award， 这是专门在讲室内设计的部分。那各位你可以来看看，你来报名的话他会讲清楚有哪些这个可能你要去运作的一个事情，那室内设计有哪些东西可以去表现，可以去帮助你去更加的强化你的设计以及你的施工还有你的现场落实的一个可能性。最后跟各位讲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个来留下心得并且跟我们告知你已经留下心得抽奖这个活动不要忘掉。好，谢谢大家，欢迎下次再见面。